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佐荣。我们今天的讲座题目呢，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我们要谈的是选举这件事情，特别是在台湾的日治时期的第一场选举。好，我们的题目就叫唤醒自治的黎明。好，地方自治。在台湾呢，我们每隔2年呢就会有地方的选举，然后再隔2年呢就会有中央级的这个选举。那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选举这件事情坦白说，在目前已经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事了，几乎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可是很少人去思考到，台湾最早的选举是在战后才开始的呢，还是在日本时代就开始？那今天我就专门来谈，在1935年以及1939年的2场台湾的地方性质的选举。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选举那个时候的标题很长哦，它的标题叫做台湾地方市会及街庄协议会会员总选举。市会呢就是市级的单位啦，然后街庄协议员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乡镇，像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单位。那各位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从这个看见李火珍3这里面所选出来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如果是住在这个大稻埕地区的人，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后面这栋建筑物呢，就是当时的太平公学校，也就是目前的太平国小。它那个前面的那个建筑物的3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标志。那提到这边呢，就顺便谈一下，这个学校呢是在1911年，整个校舍有李春生、黄玉阶，之前我们节目里面都提过这2位了，还有林雄珍、辜显荣，还有黄东茂，这些住在大稻埕地区的士绅，他们共同捐钱去盖的一个学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呢，出现的是1939年11月22号的一个场景。这个学校当时是一个投票所。提到了台湾的地方自治，其实开始时间非常长，非常久，是在1920年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的总督叫田健治郎，田健治郎他是台湾的第8任总督，但是呢，也是第1任的文人总督，之前都是武官来担任的。那么他把这个台湾当时把他的行政区重新做了一个划分，分成5个州、2个厅。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地图，5个州是包括哪5个州呢？包括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那么以及这个台南州，还有高雄州。那2个厅呢，就是台湾的东边了，就是包括了花莲港厅以及台东厅。那个时候既然已经重新划分了其实就有开始初步的台湾的地方自治台湾地方自治。那个时候有设在州底下呢，会有市跟郡，那么再往底下呢，会有街跟庄这样的行政单位。那这些市跟郡街跟庄他们都会有协议会的会员，也就是议员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议员。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年代的议员呢，都是官派的。提到了台湾的地方自治，很多人头脑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台湾议会设置运动这件事。那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呢，是从1921年开始到1934年，在这个12年当中，到了日本去请愿。那去的人呢，也包括台湾的一些地方士绅，那也包括了台湾在东京的那个时候的一些留学生，总共有15次。为什么他们又要去做这个台湾议会的设置请愿运动？因为当时的总督按照当时的法令，总督呢他是兼了立法权跟行政权这2个权，他都大权在握。那如果以我们今天民主的观念来看的话，立法权应该是在这个议会，而不是在这个行政的这个比如说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行政院长也好，或者是总统也好，不应该是这样。那所以台湾这些有识之士呢，他们就从1921年开始呢，就一直到东京去做这个议会设置的这个请愿。那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请愿的对象是谁？大日本帝国的国会
所以希望国会能够通过立法，让台湾能够设置议会。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啊，当中呢，其实就已经是代表性人物都在里面了。中间最高的这一位呢，就是林献堂，然后在林献堂的左边是林呈禄先生，在林献堂先生的右边啊，在他的右边稍微后方一点呢，就是跟台湾选举有相当重大关系的杨肇嘉先生。那这张照片是在1925年拍摄的，那个时候呢，这个杨肇嘉先生跟林献堂先生他们呢去拜访了东京的朝日新闻社。为什么需要去拜访朝日新闻社？当然舆论，好，希望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所以舆论、帝国议会，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政要，都是他们积极去拜访、寻求支持的对象。我们提到林献堂先生的台湾议会请设置运动呢，感觉上他好像是他就打算这样做。其实，在这个的前面，他有他的由来。那么，在1907年的时候，林献堂先生在奈良，他结识了，或者是他亲自去拜访了当时在日本的梁启超。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画面左边的这个梁启超先生，哈。那么拜访梁启超，他问梁启超一个问题：怎么样才可以让台湾获得更大的自由？所以从这个问题本身呢，你就可以发现林献堂先生他对于整个时事，对于日本的统治，他已经有他一定的看法。他不是问怎么样才能够让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他不是这样子问的哦，他是问梁启超，怎么样才可以让台湾的民众获得更大的自由？梁启超先生就跟他讲说，那我会建议你采取爱尔兰模式。那什么叫做爱尔兰模式呢？就是当时的爱尔兰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还没有独立。那么爱尔兰人呢，他就透过这个积极的参与这个地方的选举也好，中央的选举也好，或者是去结识大英帝国本土的一些权贵跟议员，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利。那么梁启超先生这个说法呢，让林献堂先生呢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他也会开始积极去推动怎么样子让台湾的选举也好，或者是民主也好得以发展。可是呢，梁启超先生讲了这个话，对林献堂而言，刚开始觉得蛮有道理的，后来仔细想想，不对，不太对。为什么？如果是用选举的方式让台湾的民意代表进入日本的国会，那个比例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怎么说？如果我们用人口比例来看的话，当时的日本内地日本本土大概有5600万人，而台湾的人口呢只有400万，所以这样的比例，就算你能够从台湾选出议员进入日本的国会，可是他的发言权跟影响力还是有限，所以势必呢，结交权贵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林献堂先生的时候，他结交了在日本政坛拥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坂原退助伯爵。这个坂原退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你可以从为什么林献堂跟他结交，就可以理解到林献堂先生心里面的想法。他是整个明治开国的元勋，同时呢，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自由民权运动者。在187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率先去提倡日本要有国会这件事情。好，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坂原退助跟这个选举之间的密切的关系。那么于是乎呢，坂原退助伯爵呢，他就在1914年的时候，他就来到台湾，然后在铁道饭店，召开了一个公开的一个聚会，成立了台湾同化会。台湾同化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台湾整体民众
他们在整个帝国版图当中的地位。那么在这一个同化会当中，有参加了几个重要的人士的，包括了谁？包括了林献堂，包括了蔡惠如，包括了辜显荣，也包括了林雄珍。所以等于是把当时台湾北部、中部所有的精英所有的精英知识分子全部汇集一堂。那么开始推广之后，参加这个同化会的会员，整个台湾包括了在台湾的日本内地人，包括了台湾的本岛人，总共有3100多人，都是这个会的会员。好，刚才我们在里面提到了蔡惠如，那么蔡惠如这个人呢，他是这个台中的一个士绅，那么他在1920年的时候，他也在东京去成立了东京的新民会。那么新民会里面的会员呢，都是台湾留日的留学生。那今天因为我们没有要讲台湾民族运动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聚焦在选举这件事情上面。那会提到蔡惠如先生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这个台中的清水街的街长杨肇嘉，其实是受到蔡惠如先生非常大的影响，也因为蔡惠如先生，所以他也结识了林献堂先生，并且获得林献堂先生的重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现在目前已经很少人去提到蔡惠如这个名字了，已几乎被历史遗忘了。在这个照片最中间坐的旁边这个有个小朋友的这个就是蔡惠如先生。在蔡惠如先生的右后方这个彪形大汉就是这个杨肇嘉先生。今天在我们的讲座当中，所有关于杨肇嘉先生的照片，都是由杨肇嘉先生的长外孙，也就是吴松峰先生所提供的。这边先跟他致谢一下，因为有他的提供，可以看到一些非常鲜明的历史的老照片。受到蔡惠如影响的这个杨肇嘉先生呢，他后来在留日的时间当中，他就成为留日学生的这个领袖，同时也是议会请愿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名大将。那么我们直接跳回来，跟选举直接相关的。1930年，在台湾发动了一个这个大会，这个大会叫什么？叫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为什么会特别用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这个字眼的原因，就是不想用政党的名义去跟政府做登记。一方面，它是属于一个政治团体；二方面呢，在这个团体的名称“地方自治”这件事情上面，它也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它唯一而且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要让台湾能够出现地方自治。那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有这个想法的原因，其实是在1930年的1月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林献堂先生那么还有蔡世谷先生，还有林伯寿先生，他们在一个聚会当中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盟，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团体。那么大家都觉得说很有道理。那很有道理之后呢，林献堂就立刻邀请了这个在东京，那时候人在东京的杨肇嘉先生，赶快回来台湾主持这个联盟。各位看到在荧幕上面的这个照片，就是在1930年的8月17号，在台中的醉月楼当时所召开的这个发起人大会。大会当中你可以看到中间在讲堂的中间从左到右横的，它上面写的“确立完全地方自治制”。什么叫做完全地方自治？因为在台湾开始有选举之前，虽然有地方的议会，但是议会的议员都是官派的，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确立这个完全的地方自治。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左右两边呢，像对联这样的右边它上面写什么？改革假装制度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认为目前的这个地方自治是假的，因为它不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础。那么左边呢，他会告诉你说要发挥自治精神。好，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讲堂的中间，因为那个时候是发起嘛，发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成立去选出
这个联盟的议长跟副议长，所以当时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议长席当中所坐的那位人物呢，其实是陈新先生。陈新先生哈，他是财经的专家，他毕业于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他是拿到了这个经济学的博士，他还担任这个会议的临时的议长。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呢，他们就选出了这个大会里面的重要干部。那么在顾问这个干部上面呢，就有2个人，一个的就是林献堂先生，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台中州那边担任过司法官的土屋达太郎先生，他们2位来做顾问。而议长呢就是杨肇嘉，然后被选出来的副议长呢就是洪元煌。所以各位可以再看到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荧幕好了。左边呢就是这个杨肇嘉先生，右边就是洪元煌。而当时在刚才上一张图表当中，坐在这个正中间的这个陈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财经专家啦。但是在228的时候呢，他就在1947年。他就被消失了，被消失了之后呢，到现在呢还没有找到他的尸骨，所以是令人觉得非常的遗憾的。这个地方自治联盟一成立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去着手写了，在各位可以从荧幕的右方可以看到了地方自治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建议的对象是谁？就是台湾总督府。提到杨肇嘉先生他不仅仅是在日本时代对于台湾的选举有所贡献而已，在战后，第1届县市议员的选举也是在杨肇嘉担任民政厅长，也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他所推动，在他手上所完成的。所以他可以说他穷极一生，不管是在日本时代或者是换了政权之后，他都为了台湾的民主跟选举不断的在努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个杨肇嘉先生他的旁边就是副议长的洪元煌。洪元煌先生这个名字大家大概也都已经被遗忘了他是南投的草屯人。那洪元煌先生呢，其实他在年纪上面足足大了这个杨肇嘉先生将近10岁。我常常说照片政治学，所以你可以看到洪元煌先生是坐什么？坐在前面。杨肇嘉呢，因为年纪比他小，坐在后面。虽然杨肇嘉是议长，洪元煌是副议长，可是呢，坐的位置前后都会呈现出他们之间的一些辈分上面的一些关系。从这个照片上面可以看到这2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真的是可以勾肩搭背的。那同时也是一起奋斗的一个战友。这个地方自治联盟的这个发起人大会一开始成立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台湾有政党就是所谓的台湾民众党。那么其实这个里面的很多成员，像什么蔡世谷啦、洪元煌啦这些人，其实之前都是台湾民众党的党员。但是那个时候台湾民众党已经非常严重的浊情了。他从1927年成立之后，到了这个年代，已经非常严重的浊情。那甚至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共产的这个支持者在成为他的党员。那当林献堂跟杨肇嘉他们要去成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时候呢，台湾民众党呢就下了杀手锏，说这个他的民众党党员只要有任何人去参加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话，就要开除党籍。所以像洪元煌啦、这个蔡培火啦、这些人呢，通通都被开除党籍。那只有1个人没有被开除党籍，谁没有被开除党籍？就是林献堂。那林献堂虽然他没有被开除党籍，但是呢，他呢就干脆自愿退党，我不想继续参加这个台湾民众党。为什么？一方面你浊情，2方面你们现在的言论其实不能够成为整个社会民意的一个主流，能够让台湾尽早开始选举才是整个社会的主流。那你会问讲到这边就会想说那为什么台湾民众党这些
把这些要去参加这个地方自治联盟的人全部开除，为什么林献堂不开除呢？那很简单啊，因为他是金主啊，没有人去开除金主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党，有时候想想哈，事隔92年之后，那有人呢就去把它再次让这个党的这个复活，那想一想也是觉得非常有趣了哈，非常有趣。刚才有提到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诉求，它是一个单一主张啊，它是一个单一主张，而且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主张。它的主张是什么？废除官派的协议员，次阶中央协议员呢全面这个普选，同时呢，协议会是地方自治的决议机构。在此之前的这些议会、协议会，它只是咨询机构，也就是说，他会去建议首长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要不要做是由首长来做决定。自治联盟呢，他就希望不是这样，他会希望，既然你已经有民意了，既然你是选举出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应该是一个什么决议机构，所以议会说了就算，好，就是这个意思。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地方自治联盟真的不是只是嘴巴说说，他们真的是有实际行动的。这张照片就是在1932年的8月6号，杨肇嘉先生带着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建议书去拜访当时的总督中川健藏的一个镜头。刚才也提到了关于当时的这个民众党把这些参加这些的地方自治联盟的这些人全部都开除。刚才提到的是这件事，不但是开除了，同时呢，他们在当时的这些报章杂志上面铺天盖地的去批评台湾自治联盟的他们的诉求，还有参加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这些人。但是坦白说，这些人才是真正当时的地方的精英，好，然后也是这个福有众望的人。那么，所以这个台湾民众党也好了哈，这些左派人常常都在报纸上就说批评这些人是所谓的这个有力者，那么他们自己呢，是无力者。那在我看来呢，这也不见得只是无力者，我觉得是无能者，因为你只有出一张嘴，那你的目标也没办法达成，那就有什么用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管怎样，中间的发展如何？1935年，中川健藏总督他宣布了，在这个宣布了要开始做什么地方自治制度改正，也就是台湾要开始有这个选举。那其实从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不管是中央，所谓的中央就是总督府啦，或者是地方的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林献堂先生他们这些人，还有杨肇嘉先生这些人，其实他们的之间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全然的一个对立，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郎有情妹有意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其实上面也有打算在让台湾能够这个开始有选举的地方的这个选举。那么这些士绅呢，他们也愿意去配合中央，说我们尽早开始有这个选举。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台湾的这些选举如果没有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话，是不可能会产生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刚才提到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成立是什么时候？是1930年。可是，在1927年，日本的国会、日本的帝国议会就已经通过了要让台湾能够有地方自治选举的这个决议了。而且总督府呢，在1932年，他也派员到朝鲜去考察地方自治的选举制度。那为什么到朝鲜去考察？因为台湾的第一次选举是在1935年，朝鲜的地方自治选举呢，比台湾早了4年，就是早了1届啦，也就是在1931年，所以他们之前就已经派人去考察了。从这些状况就可以理解到说，整个帝国政府基本上是支持台湾要有这个地方选举的，只是这个选举怎么办，怎么去做，然后它的内涵是什么，差别只有在这个地方。另外呢，众议院呢，日本的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它在1935年2月14号，它就通过了预算，让台湾来办这个地方选举。然后因此呢，总督就在1935年的4月1号发布了
台湾要做这个地方制度改正，要选举的这件事情，可见选举呢是需要经费的，所以必须要由中央同意，而且拨款经费通过，才有办法去办理。于是第一次的台湾地方选举办法就出笼了。好，它的选举办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市街庄协议会有1/2的议员名额是用选举产生，另外的1/2呢还是官派。选举人跟被选举人，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第一个，你必须是日本帝国的国民啊，这当然了，这没什么好说的。第二个，在台湾居住6个月以上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是来这问导游啊，跑来跑去的这些人就不用了。另外呢，25岁以上的男性，年缴纳税额在5元以上，也就是说你有缴税，这个缴税的金额在5元以上的这些人才能够来选举。那5元大概是现在目前的多少钱？以当时1935年的币值来看的话，大概是台币7500，现在目前大概7500块。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缴税7500块以上，你才有获得选举权。从这个地方谈到这里来，就我们可以发现，既然1927年日本的国会就已经决议台湾要实施这个地方选举了，那这些事情难道林献堂他们这些人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啊。那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去推动这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呢？我先卖个关子，等一下跟各位一并解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1932年的11月23号，中间就是中川健藏总督，穿白色衣服的总督的左边就是杨肇嘉先生，然后他们呢去拜会总督的一个状态。从这里就可以发现杨肇嘉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光照片留下来的证据就知道，他为了这个议会这件事情、选举这件事情，他拜会总督不只有一次，是很多次。那刚才提到了1/2开放民选，1/2是官派，然后另外呢，必须要是25岁以上的男性，然后必须要缴税到达5元以上。那后世的学者呢，就很多人用这几个规定来说，这个当时总督府会定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不想让台湾的本岛人有太多人获得选举权，然后去影响他们的统治基础，或者是相对性的，就是希望在台湾的这个内地人呢，能够名额多一点，才能够这个拥护中央的政策。那事实上是这样吗？我常常会说，在看日本时代台湾史的时候你必须连同日本史一起看，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帝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日本发生什么事，台湾就会发生什么事，而不是台湾单独存在的一些状态。如果没有办法把台湾史跟日本史合并起来一起看，一定会产生一些错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日本的国会它的制度是什么。日本的国会呢，帝国议会在1890年的时候正式召开，它是仿照这个英国的国会去做的设计，所以它是一个君主立宪的一个国会。那英国的国会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好，有分成上院跟下院。好，那上院呢，基本上也都是由国王这边所指派的议员。那日本既然去仿照这个制度呢，所以它也有分上院下院，但是在日本的帝国国会是称什么？贵族院跟众议院。那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贵族院当然就是一些达官贵人嘛，甚至是一些皇族嘛、贵族嘛。那这些人都是从哪里产生的？就是从天皇所敕令的。众议院呢就是民选，就是民选。所以呢，在帝国议会当中呢，有一半的议员是什么？是派任的，有一半的议员呢是选举产生的。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台湾总督府他不可能凭空冒出来说，一半是官派一半是选举。其实他有某一种程度上面也是在仿照日本帝国议会的这个制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选举的一些改革。特别是刚才提到了那个必须要年缴5元的税的这件事情。
刚才提到帝国议会是在1890年开议，所以当然那一年日本的众议院会有选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当时1890年日本的众议院选举法哈，它就有规定，一样25岁以上的男性，那同时呢，他年缴税额必须在15元以上。明治那个时期的15元呢，大概是现在目前台币的6万。那到了10年之后的1900年，他又做了一些改变，好，还是一样25岁以上男性，但是年缴税额呢，只要在10元以上，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投票权。那个金额大概就是差不多3.5万台币这样的一个金额，缴税的金额。那1919年，他又改正了，他又做了一些改变。那个时候呢，25岁以上的男性，你要年缴3元，3元大概就是目前的这个台币6000元。然后一直到当中历经很多次的改革，一直到1925年才变成说，你有没有缴税都没关系，只要你25岁以上就可以来投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1890年到1925年，日本从有门槛到后来门槛全部放宽，走了几年？走了35年。也就是办选举办了35年之后，才全面放宽。至于呢，这个女性获得投票权也是在战后才出现的。那一样，在2016年，日本又做了一些选举办法，又做一些改正，好，把原本是20岁以上的全体国民，把它降到18岁。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国家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选举人的年龄往下降。那其实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人家日本在如果用今年2022年来算的话，他6年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并没有什么地方出了特别的问题。那常常会去讲说反对这个年纪下降，是说现在年轻人啊，他们思想不成熟啊。我的看法是，现在目前有很多也有部分的年轻人他们思想可能比我们这个年纪人还要成熟，也说不定。所以也不要只是这样子看人家。我们回到有图有真相，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图，这就是在1890年的时候报纸上面所刊登的图他是一个画家一个漫画家他所画的当时日本选举的一个图。各位看到这个照片的右边是巡查啦，就是警察他在监督这个投票的过程。然后这个在中间呢，这个胡子这样子，这个摸着胡子的人这就是当时的这个选举投票所的这个所长。然后，这个看起来这个很有钱的这个人呢，他来投票。后面呢站了一大群人，这一群人呢全部都只是来看热闹，他们没有投票权。所以当时也画了一幅这样的一个讽刺的一个漫画，说这个投票权只是给这个有钱人。那其实缴税才能够投票这件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公民权利跟义务的关系。你这个公民尽了你的这个义务，当然你能够享有你的权利。好，所以这个要看大家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还有，在1935年公布的这个选举办法当中，让人非常诟病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女性为什么没有投票权？特别是我们现在是2022年那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前面在这个荧幕前面有很多的观众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女性没有参政权呢？这个不公平。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这件事情。各位可以看到这边这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除了一位以外，全部都是女性。这个是日本的妇女每日新闻社，她在台湾1930年的1月5号到18号，从台湾的基隆到屏东，由北到南的一个巡回演讲，妇女巡回演讲的讲座当中的讲师。这个讲座叫做妇人文化演讲会。这里面呢，包括了尖端的服装设计的专家，包括了有女权运动者，包括了有女诗人，包括了有女记者，包括了女文学家，包括了女子参政权推动的人在内。好，那一群人呢，浩浩荡荡。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当中都是一些这个当时非常这个在日本的这个妇女界非常有名的人。
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前排的最右方最右方，好，这一位穿着黑色的台湾衫的这个女性呢，叫做北村兼子，在她的右后方就是当时呢曾经留学日本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也是台湾最早的女性医师之一的蔡阿信。然后这个她跟她的夫婿，她的夫婿就是这个照片里面唯一的男性哈，一起去拜访这个雾峰林家的一个镜头。好，他的夫婿是彭华英啦。照片会说话。我从这个照片当中哈，可以看到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当时的这一些女性，第一个，全部都有断发，好，断发，全部都有断发，也就是所谓的断发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再把头发梳起来了，好，所以那个是当时新女性的一个象征。然后另外看到一个东西是什么？是很多这个学者啊，或者是专家，他会说，那个当时日本内地人呢，他们是不会穿台湾衫的啊。这张照片就告诉你，这边全部都是当时日本妇女运动界的一流精英，他们每个人都怎么样入境随俗，穿上了台湾衫。好，那所以照片是会说话的。这个演讲哈，从我刚才提到1月5号到18号这个演讲，从北到南，那特别是在北的部分，因为总督都在北嘛，所以在台北的场次里面呢，每一场总督都参加，都在台底下听。那这些既然是这个女性运动者，讲的话的内容呢，我相信也不会太好听啦。可是总督也是在底下欣然接受啊，而且还设宴款待他们。这个是在1930年的1月。当中我们刚才看到最右边呢，穿黑色衣服的这位北村兼子呢，他在3个月之后，也就是1930年的4月，他再度来台湾访问。那个时候来台湾呢，最主要是要拜访雾峰林家以及台北板桥林家的林雄贞先生。在谈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整个世界的状态是什么。妇女参政权，全世界第一个拥有妇女参政权的国家是哪里？在当时大概全世界80几个国家了哈。第一个是哪里？是1893年的纽西兰。欧洲第一个，欧洲算给我们感觉算是这个文明开化非常早的这个地区啊。第一个拥有妇女参政权的是在1907年的芬兰大公国。然后后来俄国大革命之后，俄国所控制的这些地区，和在1917年开始陆陆续续获得了这个妇女参政权。那么老牌的民主国家，等于是民主的最代表的英国。英国呢，在1918年开始有妇女参政权，可是呢，它有限定，这个能够拥有选举权的妇女，必须第一个30岁以上，第二个你必须要有大学的学历，第三个你可能要有一定的财产，也就是纳税了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当然，他们的说法，当时的说法一定也是说因为女生不懂嘛，早给那种办这个选举权就这个给他们告诉要票乱倒边乱，那其实也是为了保障男人自己的地位嘛，说穿了也是这样。但是即使是英国在开始有这个选举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做，一直到什么？到了这个1928年，10年之后才放宽了这些限制。我们会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美国能够让这个妇女，所有的妇女都能够拥有投票权，是在什么时候？是在1965年，美国的黑人女性才拥有投票权，也就是所有的美国国籍的人，不分男女都有投票权，还要在1965年，那就更不用去讲说瑞士的某一些地方，妇女获得全面的投票权，还要到1971年。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什么？日本内地的妇女当时也没有投票权，
然后日本内地的妇女当时没有投票权，台湾的妇女怎么可能会有投票权呢？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台湾史要跟日本史一起看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北村兼子女士她来台湾第2次来访问的时候，那各位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她来拜访了这个林献堂先生之后，北上到了台北，那么跟他接待他的人，包括照片最左边的林雄真先生，好，北川兼子，然后北川兼子后方的徐炳先生，然后站在北川兼子的右方是张秀哲，好，然后在旁边的是张远先生，好的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里面，这个北川兼子穿的就不是台湾衫，而是长衫。那台湾衫跟长衫差别在哪里？台湾衫呢都是上下2节，所以刚才看到前面那一张那台湾衫很标准的上下2节。那长衫，有人会说那不就是旗袍吗？不好意思当时没有旗袍这个字，所以不管你用河洛语来念，或者是用这个客家话来念，硬要念旗袍、旗袍这个会听起来会很奇怪。所以一直东西讲啥？讲长衫，长衫。那这个长衫呢，是林雄真先生送给北村兼子小姐的这个礼物。那这北村兼子她不是只有在台湾、日本这边跑来跑去而已，她是曾经到了国外去参加万国妇女大会，去争取这个妇女投票权运动的一个女性所以呢，总督对她也是非常礼遇。这边要讲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北村兼子在这2次访问台湾之后，他写了一本书，《新台湾行进曲》的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呢，第1篇为他作序的人就是林献堂，第2篇为他作序的人就是林雄真。那林献堂在他的序里面，他有提到北村兼子小姐来雾峰林家拜访的时候，跟他之间的有一段对话。北村小姐问他说，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让这个妇女早日获得参政权？然后林献堂先生就回答说，现在整个全日本的妇女并没有获得参政权，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就在于全体妇女的决心不够，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成。如果全日本上下的妇女为了要获得参政权这件事情，公开声明从现在开始不跟男生交往，跟与男生绝交，我跟你保证，不出3天，全日本的妇女就会立刻获得参政权了。从林献堂先生这么样有智慧的回答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回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个疑问没有被解答的，就是1927年日本国会已经决议台湾能够地方选举了，为什么1930年林献堂先生、杨肇嘉他们还要去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因为民主、自由，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不是由上面的人来赐予你的，你自己也要表态，你也要争取。你有表态，你有争取，上面的人才会。我刚才提到“郎有情，妹有意”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只是每天在那边等待人家给你投票权，而你自己都没有什么表示，那人家会觉得说，反正你也不在意，你不要紧我嘛，我要紧，大家都不要紧嘛。所以一样，妇女要获得参政权，是所有女性要觉醒，而不是每天只是等待说如果叫我去投票我就去投你不叫我去投那我也没关系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既然万事俱备嘛那准备要选举了，那大家做了些什么事？我们先来看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他做了些什么事这张照片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1930年的8月17号，在台中醉月楼所召开的发起人大会当中的一个场景。当天呢，有227个人参加。那么你可以看到从他们服装上面可以看到，几乎都是知识阶层
都是知识阶层。那么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呢，开始这个宣导活动，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非常积极的，他们在全台湾设立了10个支部，展开了这个有24次的这个演讲。所谓的演讲其实就是宣导了。演讲者的人次多达什么？多达了119位。前来参加的人呢，有超过18850，有这样的一个民众18850人来参加过这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宣导活动。这张照片是在1933年的7月23号，这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全岛著名中部，也就是在台中地区中部大会的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到整个都动员起来的嘛，基本上赶快动完嘛，动员起来，高朋满座。可是如果你非常清楚的去看当时的社会状态，你会发现整个社会对于选举这件事情，就好像刚才林献堂回答北村坚子，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觉醒呢？我们从这个照片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当时的社会呢，是知识阶层对这件事情非常热，而一般民众呢，坦白讲他会觉得说高考有什么管的，他非常冷。为什么我们会说，所以出现这种上热下冷？那我说的证据又在哪里？我把这张照片呢放大出来给各位看，你可以看到这个放大之后的照片我们从左边左边就是比较靠近这个舞台中央走道的这些人呢，其实都还蛮认真在听的。到了中间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你看到前面这些人放空的啦，放空，放空。然后呢，右边它的最右边这边呢，困去啊啦，发呆的啦，翘脚的啦，揉眼睛的啦，然后这个抓头的啦，然后做的这个姿势的很不耐烦的啦，然后但是这个右边这一排跟中间这一排后面呢，有看到有一个警察。于是呢，这个台湾史上的酸民就会说这个大会的时候旁边还有警察在监督。我可以跟各位说，从大正时期开始，只要是任何的公共聚会，都会有警察在监督，不是只有台湾，日本、内地也是一样。所以你放电影，那个时候放电影也有旁边有警察在陪你一起看。通通都有。我记得我小时候去这个国父纪念馆这个听音乐会的时候，旁边也前面中间的位置都会做的这个便衣，其实就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从1918年苏维埃共产革命之后，全世界的那个左倾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非常蓬勃。那就是警察真正为什么要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刚才这张照片还有放大照片，我们可以发现，上面的人，上面的知识阶层，觉得选举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底下的人呢，觉得是怎么样？选举不干我的事。地方自治联盟当然他们要不断的去办这个演讲会，可是光他们去办其实是不够的。像这种事情都是要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的。所以以下我们来看一连串的这个台湾总督府对于这场选举的宣导的内容。那么也因为整个台湾动起来，包括从官方到民间全部动起来，才有办法缔造我们最后面会提到的投票率的问题。这个就是当时选举的海报。当时选举的海报，左边的海报呢，它的标题的告诉你说，觉醒吧，朝向自治的道路。然后右边的海报呢，会告诉你要投下正确的一票。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些海报当中有共同的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什么？公鸡。第二个是什么？黎明的太阳。所以从这个海报的设计就告诉你说，它就是一个台湾地方自治选举的黎明期。所以对台湾总督府而言，在初期的选举那边设下这一些条件的目的，其实它真正最大的目的是在于希望透过这个选举
可以让台湾的地方自治或者是民主能够获得启蒙。所以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启蒙期，因为启蒙期其实都还在实验的一个阶段，所以它需要比较这个多一点的障碍，好，让真正懂得怎么投票的人去投票，或者是让民众学习如何去投票，如何去进行民主的这个过程。选举的启蒙哦，包括了从宣布就是1935年4月1号宣布那天开始，不断的在报章杂志，然后去印专书，还有手册，好，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海报，光这些专书就已经有关于怎么选举，选举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要怎么样选举，大概就已经有10多本。那至于手册、海报的种类更是多，那每一天报纸都在针对这件事情做报道，那这个部分就不是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因为它是一个全岛性的事情了。好，那么另外还会举行一些实体的活动哦，比如说游行、宣导、演讲、说明会、话剧。好，这一些都是由官方所举办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我现在看一下这个画面哈，这是彰化，这是彰化市的青年团。好，青年团那时候会有乐队吧，哈，会有乐队。青年团的这个团员呢，他在街上做的游行的一个镜头，他的目的是在鼓励什么？鼓励大家要去投票选举。所以我才会说，官方如果有一些学者说，这个官方不希望这个大家去投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怎么会需要有这个宣导的游行呢？那在台湾的日本内地人的人口数，大概只有4% 到5% 左右，其他部分都是台湾的这个本岛人。那就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他干脆不要宣导嘛，他不要宣导，你投票率就低嘛，你投票率低就对他有利嘛。可是他不是哦，他是真的要办。而且希望能够好好的办，所以因为大家没有做过，不只有台湾的民众没有做过，连总督府的官员也没有办过选举的经验，所以他不但除了刚才说的游行、演讲、说明会、话剧这些活动之外，他还做了什么？还做了模拟选举，也就是示范投票，透过示范投票让大家知道要怎么选，还有总督府的官员也可以从这边去看看说。那我们在办选举的时候，有哪些地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纸上谈兵没有用，要实际的跑一次流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待会可以去跟各位做说明，就是会有指定的委任代书，委任代书教授你怎么书写。这是什么意思？没关系，待会我会提到。我们先来讲一下哈，这个基隆市的，这个是模拟投票，那么。不只是基隆，全台湾各个投开票所在选举的前2个月，选举时间是1935年11月22号嘛，大家都来办什么模拟选举，跑一次流程。好，各个地方都是哦，各个地方都是，不是只有基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是基隆市的模拟选举的照片。不只是只有这样，同时呢，在这个有权利选举的这个人，他们家的门口呢，都会有一张牌子，就是各位在画面当中的右边看到的什么选举权者的这个小门牌。那一方面呢，提醒你自己要去投票；二方面呢，让大家觉得拥有投票权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只有这样了。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由郭双富先生所提供的这个真的非常经典。这是一个选举双六游戏，这就是很像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玩的那个大富翁啊，所以也是一样，掷了骰子之后啊，你可以走走到什么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双六的这个游戏的游戏盘，来告诉你选举的重要性以及选举的流程。那这个东西是谁在玩？当然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在玩。那小朋友透过这个游戏之后，他就可以培养出来民主的素养，将来长大以后可以投下正确的一票，同时也可以告诉他的家里面的长者说：“人家我从游戏里面学到什么哦，应该要怎样哦。”所以
从这里就可以发现官方所投入的心血。最后我们要谈到选举的投票方式。好，我们先来看图。各位，这个是彩绘李火珍这个书里面选出来的台北北门的，经过上色，经过这个手工上色、手工电脑上色之后的一个照片。北门依旧了，那你可以看到在北门那边，经过这个人工判断上色之后，你可以看到北门的前面呢，都插满了什么旗子？这是什么？选举人、被选举人就是候选人他们的立牌也好、布条也好，在这边都插满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选举人自己的一个宣传方式。这边一样，这个背景呢是太平工学校。好，然后你也看到这边看得更清楚了。好，这个是从《彩绘李火珍2》这本书里面选出来的这个手工判断上色的。你可以看到这些布条。选举的布条，里面都是人名，一看就知道有些是日本内地人，有些是台湾的这个本岛人的名字。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跟现在目前的选举的布条或者是招牌最大不同的地方？我相信有些细心的观众有注意到了，就是上面没有号码。我们再来看一次哈。这些布条上面都只有名字，有汉字，汉字的旁边有注音，就是假名啦，但是没有号码。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也就是要做模拟选举的时候，登在台南新报上面的这个选票，我们从当时的选票跟现在日本国内选举的选票当中，各位都可以发现，它没有号码。所以呢，它不是用盖章的。你要投给谁，你要用写的。那很有趣，左边台南新报这个报纸上面所刊登的这个被选举人，他先帮你写好了。举一个范例，提西口啊，这是谁？当然不会有这个被选举人啊。提西口就是郑成功啊，所以他就拿这个呢。来当一个例子，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日本在选举的时候，讲直接一点，它不像这一张图里面看到这个东西用盖的，盖一个不知道是 Y 还是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用盖的，它是要用写的。为什么要用写的？两个原因啦。第一个，你会写，表示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相对的，你才知道人家的政见在讲什么嘛。要不然，你什么都不知道乱盖吗？投票部队吗？像这个照片里面一样的，用投票部队就可以解决掉你希望他当选的人当选这件事情吗？因为他根本看不懂字，他是文盲也可以盖嘛。所以你必须要会写字。那么除了政见什么这一类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当你在写下对方名字的时候，那是一种态度啊，慎重的态度。所以跟现在目前拿章出来盖，盖了之后就走，这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好，所以不是只有官方，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自治联盟，包括了候选人本身呢，也非常积极的在做宣传。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令人觉得非常感受良多的照片。这是看见李火珍山里面李火珍先生所拍摄的，在画面的正中央，这个拍摄地点呢是在台北市的太平町，也就是目前的延平北路跟龟虽街口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的正中央是李瑞汉先生，他是律师，他是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的，非常优秀的律师。他正在对什么？对这个路过的行人发什么？发这个选举的传单。在左边呢，这个真迹珠玉商店前面站的应该是他弟弟啦，就是李瑞峰啊。那么他跟他哥哥一样，也是律师，也是中央大学法科毕业的。这个被选举人
非常积极的在跟这个路上的这个民众发他的宣传物。李瑞汉先生跟李瑞峰先生这对律师兄弟呢，在1947年的3月10号，也就一样被这个军警带走了之后，就消失不见了。所以从刚才谈到现在插一个题外话，就是说，对228事件的确对台湾的知识精英阶层造成一个非常巨大而且无法弥补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着，我们接下来看的这张也是一样，这些候选人他们所做的这个选举的一些活动啊，印传单啦、文宣物啦然后甚至呢，在讨论说，要去什么地方办这个说明会啦、演讲会啦，跟现在目前的状况其实非常接近。那底下这个就是郭双富先生的收藏了，这就有趣了。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宣物，左边这是彰化市会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林信来先生，他帮自己做宣传的时候，他连当时他要寄去给人家的信封后面都已经印的告诉你说我是这个候选人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因为他们要用写的，你可以写汉字这个我说那个投票你可以写汉字，你也可以写什么？写假名，所以在他们的姓名旁边都会标示了什么假名的注音那另外右边这个呢，就是这个挂在领子上面的章虽然上面写运动员运动员不是现在那个什么我们那个亚运、奥运的那个运动员，在河洛话跟客家话的运动员里面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助选员。北京话的翻译的话就是活动员所以迄阵人讲运动员你要替他去做运动不？你要去替他做运动，不是你要去帮他运动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刚有要给他倒沙缸帮他去办这个活动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运动员有运动员的章。那么另外，在选举的快要来临的时候，前3天可以看到李火珍先生在《看见李火珍3》这个书里面所拍的这边我们看到左边这个电线杆上面呢，有一个临时的立牌，叫做距离选举会场往前300公尺就是选举会场了。这是哪边谁立的牌子？台北市南警察署立的牌子。在这个拍摄地点是在哪里？是在金町的一丁目，也就是现在的博爱路。所以官方基本上也是动员要大家去投票以台北市为例，投票去哪里投？南区就是去华山小学校投。华山小学校这个建筑物现在还在就是在忠孝东路喜来登饭店的正对面就是现在目前的忠孝东路那上面的警政署的办公室在华山小学校投票。那么北区在哪里投？就是太平工学校在太平工学校做投票。所以跟现在目前最大的不同是，在这个投票的场所前面它还是有选举人的旗帜。那现在的规定是不行嘛，选举当天是不能有这个宣传的于是乎大家这个很热烈的经由不管是地方自治联盟或者是官方的推动，大家渐渐都有了这个选举的意识了。终于到了1935年的11月22号投票日那一天，各位看到的这是杨肇嘉先生所拍摄的也是他长外孙吴松峰先生提供的，在台中市会选举的这个投票场所的入口处。当天呢是8点钟开始投票，可是看到记录呢是5点半就有人在排队这些可是通常现在目前会看到这个状况就是医院医院在去时4、5点有做最老大人先去排队挂号。好，不管怎样，当天的状况也是这样。8点钟开始投票，5点半呢就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投票的流程是什么？底下非常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下介绍。各位可以看到在画面的右方，它有投票通知书，跟现在一模一样。
投票通知书上面会告诉你你的姓名你的地址，还有你要去哪里投票，投票的时间是几月几号，然后你就拿了投票通知书呢，到了入口处呢，先什么查验入场，这就是查验入场的一个状况。查验入场之后呢，就是核对你的选举人名册，跟现在一模一样。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面，就是在核对你的名册，同时呢，把选票交付给你，把选票交付给你。那么接下来看到李火珍拍的在太平工学校里面的场景也是一样，它就是核对名册、交付选票。可是这边可以看到可以投票的几个窗口，从1到5有5个窗口，这边看得很清楚。那么下一张照片当中，更明显的去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当时的选票的确是怎样，是用手写的，而不是用盖章的。你可以写汉字，你心仪的候选人的汉字，你也可以写他姓名的假名，不管是平假名或者是片假名都可以，但是不是用圈选的。投票所的配置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郭双富先生提供的这张照片里面看到，在从左边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从左边的前方就是窗口，它的后方呢就有什么事务的核对人员。那么在这个右方国旗的下方的左右两边呢，就是见证人，一些社会贤达呢去当这个见证人。那中间呢就是投票所的所长，所长的正前方就是投票柜，就是票柜。在这张照片当中这个国旗底下这一排左2就是黄旺成先生，在之前我们的这个节目单元当中也有提过他。这个是李火珍拍的照片了，一样在国旗的前面这一排的就是见证人跟投票所的所长。那你可以看到前来投票的民众都已经把名字写好了，正准备经过正中间这个投票柜，这个投票柜前面当然还是有坐着人在这边监督了。在这个投票柜前面投下票之后，要走出会场的场景。投票柜就是长这个样子，这个是郭双富先生的收藏收这些古早的古董，会当收到连投票柜都收掉，这也真的是厉害，真的是厉害。这就是投票柜，刚才看到了所以你从投票柜的右边这个图就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小孔，就是帮你把选票丢进去。丢进去之后呢，要封柜，所以上面还有个盖子上面还有个盖子。有投票就会有开票，所以各位看到彩绘李火珍2当中的在台北公会堂，也就是现在目前的中山堂前面的开票的场景，大家都一样那时候当然也可以听收音机啦。但是呢，基本上呢，现场的气氛跟现在一样，不是有很多办公室什么活动中心前面都挤满了这个支持的群众。那么你可以看到当时呢，因为没有什么电子这个 LED 显示面板嘛，所以都是用手写的票不断的更新。所以如果你很仔细看，可以看到在这个中间有这个开票结果的在当中有一个人爬上爬下的一直在怎么样准备换这个得票数的号码。那另外呢，也可以看见李火珍3当中的这个在铁道部前面的开票的结果，的开票结果。那么在1935年的市会跟街庄协议员的开票结果当中呢，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推荐人他们推荐的候选人全部都当选真的很厉害。而且呢，整个台北市的第一高票其实并不是在台湾的日本内地人，而是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非常重要的干部蔡世谷先生，他是第一高票。以当年1935年那个例子来看，拥有选举权的日本内地人跟台湾本岛人的比例大概是怎样？大概是17.5% 去比82.5%。如果你从17.5% 的日本内地人然后台湾本岛人是82.5%，你会觉得说，那底下看到的这个当选的这个数字，在市会的部分，内地人占了59%，台湾本岛人才41%，你会觉得这个数字比例其实是不对的。
但是在街庄协议会里面呢，内地人就只有占20%，本岛人是80%，这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拥有投票权的人的比例就比较接近。那为什么在市会的部分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样比例上面的悬殊的结果，我个人的认为是有2个。第一个是什么？是日本内地人的都市化情况非常明显啊，他们比较少到街庄啊这样的比较偏远的地方去，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大都市里面的，所以相对的，他在都市里面的选举人的这个结构当中，它的比例就会增加。那第二个呢，也不可讳言了，在1935年那个时候，本岛人的候选人参选爆满，大家都被算了。大家都被算了，你被算，我被算，谁也不服谁啊！所以在你的这个候选人数量参选爆炸的状况之下，相对的得票就会分散啊。当时也没有去想说要好好的去配票，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才会造成在市会内地人占了59% 的当选率，本岛人只有41个。那么其实刚才所提到，在1935跟1939。分别有2次的市会跟街庄协议会议员，那原本在1944呢还要再办，但是因为后来1944就因为这个大战爆发了，所以就没有办。那不只是要办这个继续办市会跟街庄议员的选举而已，本来也预计在1945也预计要去办由台湾选举产生的什么？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但是也因为战争的关系没有办。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好，这场选举的投票率，平均投票率不管是市会或者是街庄议会，市会是落在92%，投票率算蛮高的，92%，这目前也没有这么高啊。然后到了街庄协议会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97%。那我们来看一下郭双富先生所提供的这个当时的投票完成之后的纪念奖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1935年的选举的全台湾第一个投票率最高的郡是哪里？是东港郡，投票率高达99.31%。那在这个章子的正方呢，就会看到看到有黎明这样的一个图案，在它的背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全岛第一，另外还有代书制全废。你会看到这个字会觉得很奇怪，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当初要鼓励你或者是指导你去投票的时候，会有专门的代书教你怎么写字，教你怎么写字。万一有些人不会写字，但是他又拥有投票权，所以教你怎么写字。那么在这里就告诉你说，这个从现在开始之后。不需要再人家来指导你要怎么写这个你心里面所心仪的候选人的姓名了。好，所以全台湾最高的郡是东港郡，而如果以庄来看，这就不得了。台湾那时候还出现了投票率100%的庄，那个庄在哪里？就是在新竹的红毛庄、昂蒙曾啊。红毛庄就是现在目前的新丰乡。好，那个投票率呢是100%，303个人，每一个人都确实去投票。这样的一个投票率，这么高的投票率，说真的，并不是只是靠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单独的力量可以达成的。所以我才说，官民这个理想一致，大家互相努力，才有办法达成。这就是台湾的第一场这个选举。那刚才提到了，最后讲一下这个红毛庄为什么能够投票率高达100%。本来这个在预估的时候，官员在预估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庄里面至少有2个人是绝对没有办法来投票的。一个是一个70几岁的欧一上，那欧一上已经重病很久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投票所。但是呢，奇怪的，1935年11月22号那一天，他突然这个也许是因为很兴奋吧。他突然这个病情转好了，所以他儿子派来的这个叫人跟丢跟去投票，他去完成了他的投票。另外一个呢是远离家乡
从新竹的新丰乡哈，远离家乡，到了这个南投的仁爱乡，仁爱乡已经是山上了哈，去工作的一位许姓先生，他也没有办法来投票，因为路途遥远。就没想到呢，赶在投票结束之前，他能够从这个南投的这个仁爱乡赶回来，完成了投票，所以新竹的红毛庄才达成了100%的投票率这件事情。好，今天呢，我们关于选举的事情就讲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